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称，如果北约现在就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那么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就会在数天后结束。您对此如何解读？我注意到，虽然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梅德韦杰夫发表了大量的激进言论，尤其是在动用核武器方面，但北约基本上都不当一回事。这主要一是因为梅德韦杰夫并不具备掌控这场战事走向的实际权利，二是因为梅德韦杰夫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外宣，而是为了俄罗斯的内宣，甚至可能是讲给普京等俄罗斯高层领导听的。不过，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梅德韦杰夫的言论没有解读的意义。首先，梅德韦杰夫有关假如北约当初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特别军事行动将在几个月内结束，这有可能是一句实话，因为没有北约的军援，乌克兰可能撑不过几个月。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北约不仅过去提供了资源，而且未来还一直会支援下去。这不仅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且是可以用逻辑推导出来的判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梅德韦杰夫所发出的感慨，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俄罗斯一开始就对北约的意图与动向发生了严重的误判。其次，梅德韦杰夫认为，如果北约现在就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那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就会在数天后结束。这句话的背后似乎是在暗示，俄罗斯有可能想要跟北约做一个交易，即北约停止军事支援乌克兰，俄罗斯就会从乌克兰撤军。不过，我认为梅德韦杰夫的这个假设有可能又是对北约的一个重大误判，因为战事打到现在，北约的狼子野心已经不再仅仅是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打败俄罗斯，而是要想通过这场战事引起俄罗斯的内乱，从而达到肢解俄罗斯与独联体的目的。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再来关注乌克兰局势，最新的消息称，乌西部城市利沃夫遭导弹袭击，造成多人死亡。而过去一天，俄乌双方持续在顿涅茨克等多线展开激战。与此同时，近日扎波罗热核电站再一次成为俄乌博弈的焦点。乌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表示，俄方甚至已经在核电站放置了爆炸装置。当地时间7月6号，泽连斯基随即在社交媒体上称，乌方会做出真实可感的回应。截至目前，俄方尚未对此进行回应。在过去一天，俄乌双方持续在多线展开激战。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战报，俄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南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击退乌军多次进攻，并在战斗中打击乌军人员以及坦克。Russian-backed officials in occupied Donetsk say Ukrainian attacks are causing chaos there, causing this huge fire at an oil depot. Ukraine says fighting is very, very hot around Donetsk and Luhansk. 除了多线作战外，围绕扎波罗热核电站，俄乌再次展开博弈。乌方指责俄罗斯已在核电站发电机组的屋顶上放置了类似炸药的物体，并计划在核电站被乌夺回后远距离引爆安装的爆炸装置，并将责任归于乌克兰方面。另据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发布的声明，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目前并未发现任何地雷或者其他爆炸物的痕迹。但声明同时提出，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权限，包括前往3号和4号反应堆机组的屋顶，以及进入涡轮机大厅和冷却系统所在地进行检查。And we said, look, your team there, you're four. There are four people, and this plant is like city. It's really like city. It's huge. It's very big. 4 people will not find mines. I know you've been touring the nuclear plants. You have warned that Putin could be prepared to have a terrorist attack on Zaporizhia. What I have really from intelligence, I had documents. I can't tell you what kind of documents, but it's something connecting with Russia. I said that they are technically ready to do something. 而将北约拉入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据悉，风暴之影导弹采用隐形设计，射程超过250公里。能以0.95马赫的速度进行超低空突防。该导弹由英国于今年5月向乌交付。近2个月以来，乌军曾多次使用风暴之影攻击俄军纵深目标。士兵正与一枚掉落在扎波罗热附近的风暴之影导弹残骸合影。有分析指出，核电站的安全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各方高度关注的问题。
随着当前俄乌冲突的发展，核电站正处于最危险的时期，俄乌均在争取主动权，并为可能发生的极端事件博弈拉扯。事实上，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多极端意外事件，比如上个月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被严重破坏，引发洪灾，俄乌双方都指责对方的过错，类似事件也成为双方信息战的一部分。目前来看，扎波罗热核电站仍然是一个俄军保护，但保护的不是很彻底。乌军呢，虽然没有办法占领它，但是却能够用火力打击它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它的这种不定时炸弹的这个属性仍然存在。一方面可以说是俄乌双方极力避免发生在自己手上的，就是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双方已经多多少少有点就是为了打赢仗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个状态。而当地时间7月5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的一段视频，更引起了外界对俄乌冲突中潜在的核隐患的警惕。梅德韦杰夫提到，任何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都可以很快结束。他进一步称，结束战争的方式无非2种，要么通过签署和平条约。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声明称，迄今为止没有观察到扎波罗热核电站内被预先安放了炸弹或埋设了地雷。那么，为什么俄乌双方仍不断地指责对方将炸毁核电站？我认为不会平息，只要战事还在持续，双方相互指控的声浪就会越来越高，因为这是双方的政治和军事需要。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将炸毁核电站，目的是要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更多的关注与同情，从而提供更多的武器援助，好让他们能够早日打赢这场战争。俄罗斯指控乌克兰，这是要动摇西方支援乌克兰的道义基础。而在事实上，只要俄乌战事仍在继续，扎波罗热核电站就会始终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当中，因为只要一发炸弹的误炸，就可能引发巨大的核灾难。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早前西方国家，尤其是北约，对于俄罗斯的核武威慑，不仅保持了高度警惕，而且给予了强硬的回应，包括一是声称不惜掀起核大战，要用核武器回击俄罗斯的核攻击；二是要用西方掌握的卫星技术，让俄罗斯的核武器打不出来，甚至是原地爆炸；三是一旦俄罗斯动用核武器，北约将直接下场参战。但是对于俄乌双方相互指责对方有可能炸毁扎波罗热核电站，北约却罕见地保持了相对的沉默，仿佛这件事情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要知道，一旦扎波罗热核电站爆炸，人口稠密的欧洲同样会遭受核辐射灾难。这背后的原因究竟在哪里？我认为有2个：一是北约判断，只要俄军仍能坚持在乌东4个州作战，没有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俄罗斯就不会动炸毁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念头，否则进入乌东4州的俄军自身也会深受其害，甚至连俄罗斯本土都无法幸免。二是北约担心，一旦他们对俄罗斯做出强硬表态，即核电站被炸，他们就会对俄罗斯宣战，那就有可能调动起乌方主动炸毁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念头。